这集影片我会和您分享如何不缩衣节食，学习之余还能旅游，年花不到新台币30万元，在法国大巴黎当交换学生。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会先介绍交换学生计划以及何谓法国大巴黎。再来的影片我会分为2大部分。第一部分，我会公开6年前我在法国大巴黎交换的所有开销，让我总支出花年约新台币50万元。第二部分，我会告诉您该如何申请约新台币23万元的教育部学海飞扬奖学金，让我最后以约27万元的总花费在法国大巴黎交换1年。Salut, c'est Cynthia 大鸟。若您第一次点进来，这个频道主要是由居家隔离超过6个月，法式生活迈入第5年的台湾穷书生看法国的2、3事。若您对这类主题有兴趣，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每周就不会错过新影片。让我们开始吧。交换学生计划是指全世界的大专院校都能自由地签订合约缔结姐妹校，让学生能以所在地大学学费到他校就读交换的一种计划。也就是说，如果在台湾的 A 校和在法国的 B 校缔结合约，互为国际姐妹校，当今天 A 校的学生想要到 B 校去做交换，也就是说到 B 校当交换学生，那这样 A 校的学生就能以缴交 A 校学费到 B 校去就读。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譬如说，若你想到美国交换，美国学校会要求交换生再额外缴交学分费。而当时我到法国交换的时候，法国学校规定交换生需缴交1年约250欧元的学生保险。也就是说，虽然交换学生计划能让学生以所在地大学学费到他校做交换，但仍可能会有其他潜在的支出。最好能先预留一笔额外开销，以备不时之需。法国首都巴黎分为大小巴黎，而小巴黎是指中心蛋黄区的部分，而大巴黎是指环绕着中心蛋黄区部分的蛋白区。示意图长这样，就像是台湾的台北市和新北市一样。因为这样的地理区隔，大小巴黎的生活费有明显的差距。刚好当时我在台湾就读的大学和法国大巴黎这边的学校有缔结合约，互为国际姐妹校，让我在生活上的开销节省不少。以下公开我在法国大巴黎交换1年的所有开销，分为6大部分：食衣住行娱乐。以我个人而言，衣和乐属于非必要支出，将放在后面，以总支出扣除必要支出的金额当这2部分的预算。第一部分食，以1天约15欧元的餐费计算，1年会花5475欧元。第二部分住，以月租465欧元的宿舍，扣除10个月，每月约200欧元的住房补助，年花约3580欧元。第三部分行，这部分包含1年365欧元的学生票卡，能搭大巴黎地区所有的交通，和约1315欧元的来回机票，总花费1665欧元。第四部分育，这部分有包含前面所提到的学生保险，1年
约250欧元，及申请学生签证所需要的面试跟签证费用加总约520欧元，以总支出约新台币50万元，扣除以上所提及的必要支出，而剩下的部分则是我所有非必要支出的花费。以下3步骤告诉你如何申请约新台币23万元的教育部学海飞扬奖学金。第一，需要有台湾大学生的身份。这时您可以上贵校的国际事务处网页搜寻，看和贵校合作的姐妹校是否有法国大巴黎的大学。以我在台湾就读的大学为例，学校有规定交换生资格至少有2点。第一点，在校成绩需在前50%。若您是大一新鲜人，可以询问看看贵校是否有开放高中成绩申请。第二点，英语检定至少 B1 以上的程度。有些国际姐妹校会规定需附上当地的母语检定证明，例如有些日本学校有规定交换生需至少日语检定 N3 以上的程度。而我当初申请的那间法国大学并未有额外的法语检定要求。第二，当您确定符合交换学生申请资格时，请尽早着手准备申请资料。以我当时申请的时程来看，第一学期9月中开学，10月中之前就得递交申请资料，因为10月中到10月底将是校内初审，由交换学生委员会负责。第三，先在这边恭喜您通过校内初审，这时候您可以请贵校的国际事务处负责人提供姐妹校的联系资讯。通常您会在第2学期初和姐妹校用 email 联系，同时台湾校方会将所有通过初审的申请者递交教育部学海系列的学海飞扬奖学金申请。若您有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资格，可以以个人名义申请学海习租计划。说到这里，您是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了呢？我在这边再重述4点重点。第一，在校成绩维持班上前50%。第二，通常是毕业门槛的英文检定准备起来。第三，记得在截止日期前递交申请。第四，通过校内初审后，记得和姐妹校联系，视为校外复审。那我在这边先预祝您申请顺利，能够到心仪的大学交换。偷偷告诉您，其实在法国留学还能有更低预算的选择，敬请期待之后的影片内容。上述所提到的相关申请资料都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查看。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若你喜欢这集的内容，欢迎按赞分享。若您有任何疑问、心得或建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见。Salut